最近，俄罗斯五代机苏57也再次在航展中强势亮相。美军恰巧最近也对 F-22进行了一系列升级，并且传言可能会让其在投产。一连串的消息引起了众人的猜测：难道27年过去了，俄罗斯觉得自己可以挑战 F-22作为世界最强五代机的权威了吗？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先进战机又发展到哪个阶段了？今天大兵和各位一起聊聊这个问题。首先来聊聊本期节目开头提到的苏57。这次参展的苏57并不是已经服役的型号，而是其第4架原型机 T504-054 Blue。虽然俄罗斯明显想通过这种方式来为其在俄乌战争中的拉胯表现挽回一些脸面，不过可惜的是脸面没挣着，打脸就来了。首先是苏57的制造质量问题，特别是在机身面板和接缝工艺上显得粗糙，例如驾驶舱下方的6边形面板、前缘延伸部分以及武器舱的装配质量存在瑕疵，部分面板的螺钉显得不够紧密，而且位置不均，这使得飞机的整体做工质量受到质疑。与此相比，美国的 F-22猛禽战斗机在设计和制造工艺上较为成熟，几乎没有类似的明显缺陷。它的机体表面经过严格优化，确保了其隐身性能的最大化，其面板接缝几乎看不到任何不平整的痕迹，所有外露的螺钉和铆钉都经过精心处理，以减少雷达反射信号。而苏57在这方面的做工就明显落后了，影响了其在隐身性能上的表现。事实上，就算苏57改进了制造工艺，没有这么多小毛病，其隐身性也被认为广泛的不如 F-22。虽然它有着较低的雷达散射面积，但是其设计并未像 F-22那样专注于减少全方位的雷达反射，尤其是在机身表面和进气口的处理上，苏57存在较为明显的圆形形状和粗糙接缝，这些都会增加雷达的反射。而 F-22的设计则完全优化了每一个细节，以确保其具备极低的 RCS， 几乎在任何角度都能最大程度地避免敌方雷达的侦测。此外，苏57的飞行性能和机动性虽然得到不少好评，但在部分设计细节上仍然存在差距。例如，苏57配备的推力矢量控制系统虽然可以提供极好的俯仰和偏航机动性，但相比 F-22的推力矢量系统，苏57的系统在精度和反应速度上稍显逊色。F-22在进行高难度机动时，可以通过极为精准的推力矢量操控，迅速调整飞行姿态，这使得它在空战中的表现几乎无可挑剔。在武器舱设计方面，苏57采用了内部武器舱设计，减少了外部挂架对隐身性的影响。然而，苏57的武器舱仍然存在一些结构上的瑕疵，尤其是在面板接缝和固定螺钉的处理上，显示出斯拉夫装配工艺的放荡不羁。与此相比， F-22的武器舱设计更加精细，所有的接缝都经过严格的优化，使得飞机在携带重型武器的同时，依然能保持出色的隐身性能。在传感器和电子系统方面，苏57搭载了 N036 松鼠雷达和多种红外光电传感器，旨在增强其对敌方目标的探测和跟踪能力。然而，这架参展的原型机缺少了关键的光电传感器系统。其实，松鼠雷达也是苏57的关键痛点之一。要知道，制造 AESA 雷达需要的条件包括先进的电子技术、精密的制造工艺、强大的研发能力、充足的资金投入，以及国际合作和技术引进的可能性。这些条件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制造 AESA 雷达的基础。然而，这些方面都是俄罗斯的弱项。首先，由于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俄罗斯在获取现代计算机硬件和电子设备方面受到限制，这直接影响了其在 AESA 雷达的研发和生产。俄罗斯的电子工业本就相对落后，特别是在半导体元件的生产上，再加上俄乌战争的爆发，使其大量研发预算被投入到战争生产中，而国际社会对其制裁也杜绝了俄罗斯试图从国外进口技术的能力。俄罗斯在航空电子设备上的落后，不仅表现在雷达天线上，后端的处理能力也较为落后，这就导致了很多俄产雷达发挥不了理论上的效能，在功能上相比理论宣传也是各种缩水。以苏57使用的松鼠雷达为例，早在2012年就开始进行测试，然而一直到2021年，其生产单位季霍米罗夫研究所的副总裁尤里贝利表示，苏57的 AESA 雷达仍然未通过调试阶段。
相比之下 ，F-22的 AN/APG-77经过多年改进，已经具备强大的探测和跟踪能力，并且配合 F-22强大的电子战系统，能够有效对抗敌方雷达和干扰。F-22的传感器系统融合能力也更强，能够在复杂环境下进行数据共享和联合作战。做个简单对比，大家就能理解其中的差距。AN/APG-77雷达和松鼠雷达在视场角度相同的同时，拥有1956个收发单元，同比松鼠仅有1514个收发单元，比后者多了30%。这直接导致苏57的交战距离在335公里，而 F-22的交战距离515公里。就算不考虑双方的隐身性，光是200公里的雷达差距就足以在空战中形成碾压局。不过，虽然性能被碾压，苏57也并非没有长处，那就是在其机头两侧还分别有2个副雷达，可以探测110公里内的目标，这时其探测角度达到了270度，因此相比 F-22，苏57有更广阔的视野。这或许是俄罗斯高层高瞻远瞩，预见到了未来俄罗斯的预警机将被乌克兰击落，所以需要苏57来承担一部分预警机的职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苏57引以为傲的动力系统。苏57的发动机采用了 AL31系列的升级版本 AL41F1A， 并计划在后期使用新型的埃兹德利耶30发动机，这使其无需在加力燃烧室的情况下就能进行2马赫的最高速度和 1.3马赫的巡航，巡航距离可达1500公里，略高于 F-22。根据美国军方的一项评估，苏霍伊在其设计之初就借鉴了 F-22的一些经验，并进行了解决，比如用于滚动和偏航的推力失量、发动机之间的武器舱空间不足、更好的失速恢复程序等。然而，以上数据呢，均是俄罗斯官方的宣称，在实际飞行中，苏57的动力系统仍然没能完全达到数据标准。虽然在理论机动性上它具备一定优势，但在俄乌战争开打之后，俄罗斯的理论可信性就大大降低了。事实上，拿苏57和 F-22相比是一件不太公平的事情，因为两者虽然同属5代机，但在设计之初的目的就不太一样。F-22专为反空行动而设计，因此更看重雷达视距和隐身性。虽然现在是多用途战机，但在执行对地攻击任务时，或者是夜间作战任务时，需要搭配 IRST 吊舱。而苏57呢，则侧重于高载荷和机动作战，其机身内有6个弹舱，外部还有6个挂点，能够携带800公斤的重型巡航导弹，在防区外进行对地攻击，或者是从300公里处发射反舰导弹，这是 F-22暂时无法做到的。然而，由于最近6代机的暂停，美军又重新开始启动对 F-22的升级，未来能否弥补这些短板呢？最近 F-22完成了新传感器的一系列测试，并计划通过快速原型设计工作，迅速部署这些传感器，以扩展其功能。这一消息在美空军的生命周期产业日会议上被披露。这些新传感器不仅能延长 F-22服役寿命，还将用于下一代空中优势项目。战斗机与先进飞机项目负责人杰森·沃海斯准将表示， F-22团队正在积极推进现代化改造，计划部署先进传感器，提升连接性，优化武器系统，并强化其他关键能力。他已经完成6次飞行测试，成功展示了这些新型传感器的功能。他进一步指出，空军计划进行快速原型设计，以便能够迅速部署这些传感器。空军官员还证实，自从去年以来，在 F-22上测试的隐形吊舱，实际上是红外搜索与跟踪传感器。预算文件也证实了为 F-22开发新型的 IRST 传感器的计划，但并未明确提到这些传感器被集成在吊舱里。这些新型传感器是 F-22升级计划的一部分，预计将于2030年之前完成。计划总投资高达78亿美元，其中31亿用于研发，47亿用于采购。这些改造对 F-22的作战性能提升是显著的。首先，通过加装隐形油箱， F-22的航程和持续作战时间得到了显著提升，使其更适应远距离作战需求。其次，配备的红外传感器吊舱大幅增强了它的目标发现和跟踪能力，尤其是在对抗先进隐身目标时，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的情报支撑。此外， F-22的结构进行了修改，
每架猛禽的机体寿命延长了8000小时，同时对飞行过程中磨损的隐身涂层进行了修复，尤其是进气道上的低可视化涂层。现代化和维修工作也包括了针对 F-22受到腐蚀的机体进行修复改装，以及现代化升级，针对飞控系统进行检修等。武器系统升级包括装载新的作战飞行程序，以及综合 AIM-9X 和 AIM-120D 导弹等。升级后的 AIM-9X 的2批导弹通过加装武器数据链，实现了发射后锁定能力。AIM-120D 比之前的型号射程更远，机动性更高。电子对抗和数据链升级也是它现代化改造的一部分，引入了新的地理定位算法以及提高战场生存率的电子对抗措施。F-22的机间飞行数据链也升级到了更大的带宽，并改进了联网性能。F-22成功测试了第三方软件，这是第三方软件首次集成在五代机上，也是开源容器编排软件首次被使用在战斗机上，实现了新技术的快速集成。最后 F-22的传感器和通信能力也得到了提升，包括多频谱传感器、先进对抗系统、超视距通信能力改进等。这些升级不仅能够进一步巩固它的高端空中作战领域的领导地位，还将使之成为连接现有战斗机和未来 NGAD 计划之间的关键桥梁。这无疑对美国的潜在对手来说是一个强烈信号。美空军正在通过技术升级，积极应对未来复杂多变的安全挑战。除了美国，最新在先进战机领域有所突破的就是印度了。印度的先进中程战斗机项目由国防研究和发展组织下属的航空发展局负责推进，生产工作由印度斯坦飞机有限公司负责。该项目最初在2004年前后启动，目标是为印度空军和海军开发一款第5代隐身多用途战斗机，以取代逐渐老化的战机。AMCA 设计为一款20吨级的第5代战机，具备超音速巡航、隐身、超视距打击等多种作战能力，通过菱形机翼、内置武器舱以及机体表面涂抹隐身涂层来达到隐身效果。机身长17.6米，翼展11.13米，最大飞行速度2600公里每小时，作战半径为1620公里。在动力系统上 ，AMCA 临时选用了美国通用公司的 F414发动机，单台推力可达90千牛。武器配置上，机身共设有14个内外挂点，可以用于挂载专用吊舱、空导弹、空地导弹和激光制导炸弹等武器弹药。AMCA 将包括有源相控阵雷达、综合航空电子系统、头盔显示器、数据链系统、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等一系列电子信息系统。印度空军还要求该型机具备有人、无人双驾驶模式，这已经是第6代战斗机的性能指标了。按照规划 ，AMCA 的研发将由印度航空发展局和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组织领导。原型机最快将于2026年前完成设计。第一批 AMCA Mk1 战斗机的生产工作将在2030年左右开始。后继改进型号 AMCA Mk2 战机将是一款标准的6代机。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已经批准了1500亿印度卢比的项目资金，用于 AMCA 的全面设计和开发、飞行测试以及认证。预计会制造5架原型机，首飞将在2028年底之前进行。尽管印度政府对 AMCA 的项目寄予厚望，但项目进展确实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有专家表示，最终获得最终作战许可的乐观和现实时间框架可能是2040年。或者更晚。AMCA 项目在发展过程中，印度和多个国际知名军工巨头，比如波音、洛马、BAE、达索等展开合作开发 AMCA 的各个子系统。印度的该项目是一个雄心勃勃的5代机计划，旨在提升印度空军的作战能力，并在国际军事航空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尽管面临技术挑战和时间延迟，印度仍然在积极推进该项目的发展。另一个仍在继续的项目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即 GCAP。该项目呢是一个由英国、日本和意大利共同合作的第6代战斗机开发计划，旨在打造一款先进的多用途战机。该计划起初是由英国的 Tempest 战斗机项目和日本的 FX 战斗机项目合并而来，目的呢在于降低研发成本，并推动空战技术的创新。从2017年开始，
英国和日本就开始联合开发战斗机展开对话，并在2021年签署合作备忘录，着手研发新型战斗机发动机和相关技术。随着合作深入，双方在2022年达成了进一步的协议，共同开发先进的传感器系统，并命名为 Jaguar。2022年12月，英日两国正式宣布将 Tempest 和 FX 合并为 GCAP 计划，目标呢是共同研发一种通用型战斗机，并在2030年左右启动生产。在该计划中，英国负责机身和武器系统的研发，意大利则负责部分机身和航空电子设备的开发，而日本负责发动机和电子设备的开发。GCAP 计划还计划在2035年完成首架飞机的部署，并预计未来将面向国际市场进行出口，进一步降低单位成本。尽管目前 GCAP 的核心成员是英国、日本和意大利，但其他国家比如瑞典、沙特和德国也有表示有意加入该计划。德国特别关注是否能够参与，考虑到其在 SCAF 计划中的问题，沙特呢则希望能够为该计划贡献技术，并推动本国国防产业的本地化。目前 GCAP 的开发仍处在概念和技术演示阶段，计划于2027年开始技术演示器的飞行测试。2024年BAE 系统公司已经开始制造可飞行的技术演示器，预计会在2026年开始正式测试。同时，战斗机的机身设计在不断更新，强调提高飞机的燃料容量、武器容量和速度。除此之外，俄罗斯的米格41和苏75项目可以判断已经被暂停了，尤其是米格41已经2年没有新消息了，可能已经被取消了。和其情况类似的是法国、德国、西班牙联合开发的6代机项目 FCAS， 由于分工分歧以及知识产权问题，该项目从2022年以来没有突破性的进展。美国空军的6代机项目已经暂停了，而其海军的 FAXX 项目的进展则进入了严格的保密阶段，甚至其预算都没有出现在国防预算书上，所以目前无法得知其具体情况。综合来看，在先进战机的第一梯队中 ，F-35和 F-22依旧还是各自熟悉领域的王者，未来几年甚至10几年中很难有挑战者出现。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